搬砖好几年，你辛辛苦苦攒了点钱，不过买房买车揣在兜里却有把纸扁。这时候你看到新闻，如果前几年拿着这个零花钱买了苹果、脸书或者是特斯拉的股票，现在自己也许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正在哪个海岛度假，或者已经开始了环球旅行。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天。作为一个打工人，今天我想一起聊聊一个和我们息息相关的话题——投资。郑重声明啊，我在视频里的任何观点都不是投资建议，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或者经验的分享。在投资前，还是请自己做好研究和决定。今天视频我讲讲我为什么要投资，以及我的投资理念。这个周末呢，我正好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出去玩，我也采访了一些我的朋友，给大家呈现来自不同人的更多的观点。如果觉得对你有启发，记得点赞关注我的频道。为什么要投资？我相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投资目的。因为我们也已经快步入30岁了嘛，不得不去想未来关于家庭、关于未来你的生活这方面很宏大的事情，又稍微手上有一点点资产，但是又没有很多，你就会对金钱会稍微有一点点焦虑，因为你的工资无法匹配你这些宏大的这些愿景，你就不得不去考虑如何钱生钱。现在肯定投资不起来，然后就你有钱了之后，你会投资吗？会。那你为什么想投资呢？因为想着以后要是钱太多的话，钱贬值嘛。虚拟的假设以后钱太多的话，我现在必须投资啊，不然这钱放在手上，一天比一天穷，肯定得投资啊。第一肯定是为了避免贬值嘛，第二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固定收入，我当然希望靠我手上这笔钱，然后某种程度上能够 cover 掉我们的一部分生活支出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投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资产保值。如果还比较幸运的话，那最好也是可以达到资产增值的效果。也许有小伙伴会问，如果我把钱安全的存在银行，不就已经实现了吗？每年不仅钱不变少，还能获得一点银行的利息，我就很简单已经做到了资产的保值了呀，甚至还挣了一些钱呢。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的世界上存在通货膨胀这个东西，而通货膨胀会让钱不断贬值。我搜索了一下，现在全球通货膨胀率每年大约在2%到3%，而2017年以来更是每年都大于了3%。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比10年前你买一个面包，当时售价是5块钱，那么在10年后的今天，根据3%的通货膨胀率，一根面包就变成了6.7元。那与此同时，你的存款是什么情况呢？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存款利率可能都不到1%，甚至是0.5%。在拍这个视频前呢，我刚刚也看了一下我自己的银行账户的利息，是可怜的0.05%。所以按照银行存款利息是1%算的话，10年前你把买一根面包的5块钱存进银行，10年后的今天取出来是5块5，而这个时候面包已经涨到了6块7，也就是说这笔钱看上去好像变多了，但实际上你却拿这笔变多的钱却再也买不回当时的那一根面包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笔钱贬值了。以上基本就是我们需要投资的原因，通过存银行以外的手段，让我们手上买面包的这个钱在10年后还是可以买得起一根面包。那这就引出了第二点，怎么投资才能让手上的钱不贬值呢？理论上说，如果你把钱放在一个每年收益为2%到3%的账户，那这个问题就解决啦，因为通货膨胀率也是2%到3%，你的利息也是2%到3%，那就正好抵消了通货膨胀对你的影响。那我们再想想，如果你这时候能把钱放到一个超过通货膨胀率的账户里，比如说一个年化利息在5%的账户，那你除了可以保值，你的资产每年其实还增加了大约2%。那我们再大胆的设想一下，如果这时候有一个年化是20%的账户，那收益就相当可观了。10年前5块钱的一个面包钱，放到现在能够变成31块，翻了6倍还多。那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投资手段其实就像是这些收益不同的账户，而收益的不同带来的也是风险的不同，而每个人性格不同，或者说人生阶段不同，就会有不同的风险偏好，所以就会采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投资选择。那关于这一点，我也采访了我的朋友们，看看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想法。我觉得股票以及基金其实是现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投资方式吧，就是门槛低，也还能增长一点其他的投资知识。具体投资什么的话，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投资不动产。不动产，对，好的。或者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那个就是头脑吧，万一有的话，可以投资类似于比特币这样的涨得很快的东西。但是我还没找到非常有效的一个投资方式和投资手段，这是我正在就是致力解决的问题。如果你还没投资，那你打算的方式是什么？我最近刚开始就是涉猎股票，但是因为去年股市实在是太火了，我感觉去年随便闭着眼睛在股市都能挣钱，所以呢，但是今年股市肯定是不好这么做了。然后今年就准备系统的学习一下股票知识。那我在这里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观点。我作为一个30出头的打工族，闲钱呢其实也不多，所以我并没有资格参与到那些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支持的，比如买房投资的这种队伍里面去。所以我选择的是投入股市。购买单只股票的话，如果这个公司股价暴涨，收益可能会很大。但是如果这个公司经营不善，也有可能股价暴跌，亏得血本无归。那因为我的初衷其实是保值，对于收益我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所以呢，我不太愿意承担单只股票这种有血本无归的可能性的投资方式。我更倾向于选择收益低一些，但是风险也更低一些的投资手段。基金其实就是委托专业公司来帮你管理资金和进行投资。而基金公司也会根据不同的投资目的，创造一份份投资计划，命名为某某基金。基金一般都由专业人士管理，并且会进行分散投资，所以风险相对而言就比自己选择的单只股票投资要小很多。而我选择的基金叫做 ETF 基金，简单来说 ETF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股票篮子，里面包含了很多家不同公司的股票，而不同的 ETF 它们篮子里的股票组合就各不一样。比如有追踪500家最大的美国上市公司的指数，也有根据行业分类的 ETF， 比如说科技类的 ETF 就会包含诸如苹果啊、谷歌或者脸书这类公司的股票，还有一些因为最近疫情而大热的医疗板块类的 ETF 等等。那最常见的 ETF 就是追踪大盘指数的基金。拿基金公司 Vanguard 发行的代号为 VOO 的 ETF 来举例， VOO 就是追踪 S&P 500，也就是美国最大的500家上市公司的指数。所以说你如果买了1股的 VOO， 其实就相当于买下了这500家公司的股票。当然每支公司的股票比例都是根据 Vanguard 的基金经理们认为的最合理的比例进行分配的。从已有的历史记录来看，美国的 S&P 500指数从长期来说，它的指数总是向上增长的，所以如果购买 S&P 作为长期投资的话，我觉得风险相对于短期投资会小很多，所以我自己是选择长期持有 VOO。如果让我对10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我会告诉自己赶快开始投资，因为对于我们普通打工人来说，因为有复利的存在，财富积累的最好秘诀其实就是时间，所以说投资真的是越早越好。以上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打工人的投资经验分享，希望能对还没有开始投资的小伙伴们会有一点点启发或者帮助。以后我会分享更多更具体的投资经验，订阅我的频道就不会错过任何更新啦。我是小天，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如果我今年股票翻倍了，请一定要找我来录一下视频啊，或者说我把我这个手上钱，就是我准备了一笔还不小的钱吧，准备投入股市，如果全亏了也请找我来录一下视频，血泪的教训。